大家好，我是名职业的高山向导，这是珠峰攀登系列的第3集。从这一集开始，给大家讲述珠峰南坡攀登的3大难点：恐怖冰川、落子壁，还有希拉里台阶中的前2点，也就是从昆布到落子壁最真实的一个画面记录。那昆布冰川呢，又被称为恐怖冰川，在今年呢，就有3名夏尔巴因为冰崩的原因死在了昆布冰川。那么这一集呢，我会一边走一边拍，用最真实的画面给大家呈现出昆布冰川和落子壁真实的情况，希望大家能够一键3连，拍摄不易。我们进入正片吧。阿尔拉出发的凌晨，大家在吃完早饭之后准备东西。昨天晚上在帐篷里听到了好多次冰崩的声音，希望一切顺利。这个头盔跟帽子的配合简直是操蛋至极，但是它这个头盔太窄了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帽子又太厚，头盔又太窄，我头骨又太宽。好了，真正开始上山了。还能看一看昆布冰川，看一看落子壁。在夜间开始通过这个昆布冰川，啥也看不见。就看过好多这个画面，但实际上自己也没有走过。我们在这和完冰之后就开始往上爬了。大家穿的是连体的羽绒服，所以比较热，都把它盘在腰上了。我们在美丽的这个冰塔林，既充满危险，又非常美丽漂亮。我们后面的队伍也慢慢跟上来了，所以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所谓昆布冰川、恐怖冰川。据统计，每年在昆布冰川死亡的人数能占到珠峰攀登的1半，但是在夜间看到的也很漂亮。我觉得还是很美的，就像一个冰塔的迷宫。但好像也没什么害怕的，就是把该吩咐的、该留下的事儿什么的，早就都弄清楚了。前边这块就是著名的昆布冰川的这个堵车。能看到这个大概也就不到20米的距离吧，上面排满了人，大家都在那儿等待，所以有的时候，要想超一个人非常非常困难的。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已经堵的这个，应该是一个梯子，后面的小伙伴们也上来了，每个人这都像是那个蒸笼里的包子一样。冒着热气儿就过来了。OK，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昆布冰川的堵车的一个近的景观，大家在排队等着，然后也有很多国外的队员，外国人都一屁股坐地上了，是梯子，然后用手绳往上撸，但是撸的不是特别顺畅。看一看，这个就是堵车。现在呢，天慢慢快亮了，已经走了大部分的昆布冰川，然后呢，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本营还挺漂亮的。这么稀碎的就是昆布冰川。我们沿着路绳一直往前走，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加各种各样的裂缝。这段视频呢，其实是非常真实的记录了昆布冰川的实际情况。每年虽然都有不同的变化，但是它的这个危险程度、它的路况，包括它实际的样貌，如果你将来去攀登的话，我相信你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。我希望这段在非常陡峭、非常麻烦的情况下拍摄的视频，对将来你要去爬珠峰的时候，能够起到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，对你们能够有帮助。
还可以看到远处昆布冰川延伸下去，远方的鱼肚白慢慢露了出来。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大的放晴了。其实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冰川破碎的还是非常严重的，但是这个冰川医生的路绳修得非常好，几乎都有。破碎的昆布冰川。我们已经到达 C2 的营地，然后我们的小伙伴也都到了，然后看起来C1 的营地看起来非常平坦，还是很平坦的一片地儿，然后看起来挺漂亮的。我也变成了狼外婆的造型，只要防晒就行了。后面那个就是落子壁，我们会到 C2， 然后 C3、C4， 然后登顶再回来。我觉得在这个 C 营地去眺望远处，真的能够感觉到这个珠穆朗玛峰是这种大山的震撼感。然后呢，这个岩壁就是当年乌里斯蒂克在这 free solo 然后遇难的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岩壁他进行 free solo 的时候，还是，就在这儿，我点都选好了。七峰公司的直升飞机带着客人在 C 营地进行游览。过来了，我操！其实后来才知道，这个飞机过来是接送另外一个队的队员。那个队员因为高原病的原因，需要回到加德满都进行治疗。那这架飞机就是飞到 C 营地把那个病号送走的。今天是从 C1 前往 C2 的早上，可以看到我们在捷足走，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雪，可以看到很多隐约的这个冰川的冰裂缝被大雪覆盖了，所以采用捷足的方式。今天大概从海拔5900多抵达6400到6500之间的这个 C2 营地。现在大概是早上起来5点多，就想在太阳出来之前先到达那个营地。我前面是我们的队友中国马登，看我们后面，哇，我们的队伍算是快的，后面还没有人呢。这是其他公司的 C 营地，可以看到远处很大的一个那个冰裂缝，就像一张恶魔之嘴一样。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很大的一个冰川的裂缝，蜿蜒曲折，就像吃的那种千层面一样。就是这个也记录了每年气候的变化，很壮观，很雄伟，很多漂亮的冰川裂缝。大家觉得这个冰川裂缝下面是蓝色的，应该特别纯洁。但是有一年，我们在冈仁卡下到那个裂缝下面，发现里面好多鸟的尸体，鸟的骨骼，就像一个鸟的一个乱葬岗一样。就在那次改变了对那个裂缝底部的印象。穿着这种连体羽绒服，加上这个高山靴本身就已经很重了，所以走起来还是感觉挺累的。不过我觉得天气还挺好的，没有风，就有点飘了一点点的小雪。一会儿到 C2 营地我们再拍。下了新雪之后，我们还继续找到了昨天的路绳，沿着这个路绳攀登一个不高的小雪墙。前面的夏尔巴已经把路给探出来了，还是很辛苦的，这个雪还挺深的，新雪。
我看到这画面也觉得特别美。夏尔巴他们就是节组在前面开路，真的有一种水墨山水的感觉，像那个中国的国画一样。像国画一样，非常非常漂亮。整个黑白中就只有几个点是红色的。这是在 C2 的帐篷里，大概海拔的高度是6400到6500之间。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，脑袋开始疼了。其实之前包括在 C1 啊，之前啊去罗布切啊都没有这个头痛的感觉，就是这次第一次感觉到头痛。毕竟海拔也上来了。然后，对，也是第一次就是这次活动中第一次在6400睡觉。今天晚上再睡一晚，明天再睡一晚，然后回去休息，然后下次再来就是正式的充电。忍着头疼钻出了帐篷，天气非常好，可以看到远处的那个洛子壁。以前从来没有感觉这么近过。上一次看还是在那个谷歌 Earth 上看，实际上看会有更强大的这种压迫感。要攀上去。我们在海拔6500的营地里边，帐篷里边贼热，热的跟这个沙滩似的，有光膀子的，有这个穿羽绒服不穿内衣的，这还有最厉害的属于这个大哥直接抓雪，这是海拔6500的地方，直接干了，哪热就干哪。这是最极致的降温方法，牛逼啊！你感觉凉快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我们正在从 C2 营地缓慢地向这个洛子壁，也是向我们的 C3 营地慢慢地前进。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洛子壁，然后也可以看到有名的那个黄带。在6500左右的海拔，真的是走起来很慢，在没有夕阳的情况下。在极高海拔的地方，人们走路的这个速度，就像是僵尸一样，在不使用氧气的情况下，就像是小僵尸一样，嘎吱嘎悠的往前走。洛子壁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洛子壁可以说是和希拉里台阶一样，是珠峰最有名的希拉里台阶、洛子壁还有昆布冰川，是珠峰最艰难的3个地方。通过这段画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洛子壁的长度非常长，而且有些部分非常陡峭，还有很多亮冰的地方。在洛子壁上非常累，现在没有用氧气，非常非常累，非常陡，全靠手生抓着。可以看一下后面，刚刚从洛子壁上下来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所谓的2拉的适应，在洛子壁上大概走了4个绳段左右吧，然后反正就把最难的亮冰的那个位置也走了。之前有其他队伍的小伙伴说那个2拉结束就跟丢了一条命，半条命没了似的。我自己怎么感觉呢？其实我觉得还好，但这个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和自豪的，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登山客。我觉得真正牛逼的是霹雳那样的。通过画面，其实可以感觉到，我当时从洛子壁拉练结束回到 C2 营地，还是比较疲倦的。第2次拉练结束之后，我们要从 C2 营地返回到 BC， 还要经过昆布冰川。这一段视频是我的队友帮助我拍摄的。画面中的我正在倒着从梯子上向下走，两侧的扶手呢，其实就是2根路绳，
是软的，下面有下耳巴帮助我们蹬得紧一些。但是即便如此，穿着厚重的这个冰爪还有羽绒服，倒着向下行走的过程，我觉得还是很艰辛。尤其梯子还是由好几节拼成的，所以浮动也比较大。由此，你可以对昆布冰川的难度略知一二。第二次拉练结束之后，我们返回珠峰大本营，然后乘坐直升飞机返回海拔3000多的南池，在那里进行最后的休整和补给，并且等待合适的天气。一旦有合适的天气窗口，我们马上就飞回大本营，开始最终的也是最后的正式的珠峰攀登。Farewell, my love, we'll be together soon. I'm resting with the angels, they'll carry me to you. Relax, my dear.